美日澳加德5国本周起在巴士海峡以东海域展开联合演习，模拟封锁所谓第一岛链，出动军舰34艘，其中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军舰占了一半。值得关注的是，德国护卫舰也时隔20年首次到印太来演习，被批盲从美国的印太战略。此外，美英澳AUKUS同盟签署首个技术协议，被马来西亚政治家批评具有军国主义色彩。英国就急忙邀请东盟国家参加下月召开的G7外长会，试图灭火，但印尼和马来外长都表示不会买账，不会容许 AUKUS 搞散了东盟。美国第7舰队司令部官方网站周日发通告称，从当天起至下周二，美国海军与日本自卫队、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加拿大皇家海军和德国国防军海军在菲律宾海举行代号为 ANUX 2021的多边联合演习，科目包括海上通行、反潜作战、空中作战、海上补给、跨甲板飞行和海上封锁。美国海军第1航母打击群指挥官丹·马丁少将说，这一演习提供了一个战略协调、协作和进一步增强我们伙伴关系和联盟网络的机会，能够在需要的地方和时间快速投送力量。ANUX 的字面意思就是年度演习，由日本海上自卫队主导，始于1996年，旨在加强持久的关系，同时提高各层级的海军实力。它是一个很典型的日美双边军演、双边防务合作外溢到多边防务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典型的案例。日本来强化它与这个主要的军事的盟国，特别是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以及印太盟国这样的一个防务合作。一方面呢是保持和增大自己在地区的这种防务事务当中的这种话语权、主导权；另外一个呢，其实也有在安全这个领域，针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的不断的崛起和影响力的增大，来这个进行一个制衡。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是德国20年来首次赴印太地区参加海军联演，派出的是巴伐利亚号护卫舰。该舰今年8月从德国威廉军港起航，前来亚太，一路参与了8场小规模演习。这次的 ANUX 是唯一例外。德国左翼党强烈反对这次任务，发表声明称，德军来印太纯属迎合美国战略，对德国和印太都毫无益处。日本经济新闻也认为，德方此举非常罕见，但德国国防部长克兰普·卡伦鲍尔坚称，要借巴伐利亚号护卫舰到印太地区的航行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巴伐利亚号曾提出停靠上海港的请求，未获中方批准。外界注意到，本月初巴伐利亚号驶入东京港国际邮轮码头停靠，而非军港，显示德方有意低调处理事件。欧洲的很多大国，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甚至欧盟整体，都有主动介入印太地区事务的这样一个倾向。德国准备在印太搞所谓的战略介入，当然，我觉得相比于美国，相比于其他的欧洲国家，德国的构想可能更倾向于说在安全、经济等领域，它有一个综合性的介入啊，它也不针对某个特定的国家，至少在公开层面它不这么做。但是呢，同时也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其实对于美国的战略还是有一定的响应和配合的。这次为期10天的演习中，5国共计出动军舰数量34艘，比上一次大增13艘。其中日本出动17艘，包括15艘水面舰艇和2艘潜艇。日本海上自卫队第1护卫队群指挥官担任演习总指挥。今年7月完成第1阶段航母化改造，以便搭载 F-35B 的出云号准航母就来自海自第1护卫队群。但美国海军官方公布的演习画面显示，日方军舰的甲板上未停放任何战机。日方宣称，此次演习科目为高端战术演训活动，将提升参演各国海上力量的互操作水平。官方发布的照片显示，2019年演习时，日本海自军官就出现在美国米利乌斯号驱逐舰的战斗信息中心，这也是作战指挥的核心位置。而美国方面由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为核心，包括上普兰湖号导弹巡洋舰、斯托尔达克号驱逐舰以及拉帕汉诺克号补给舰。还有消息显示，美方极有可能出动了1艘潜艇参演。深圳卫视注意到，卡尔文森号航母是美海军去年大规模爆发新冠疫情之后首艘恢复执勤的航母。去年4月出港，8月带着 F-35C 隐身战机抵达日本横须贺军港，这也是 F-35C 首次完成海军部署。卡尔文森号近期任务频繁，10月还赴孟加拉湾参加印度主导的马拉巴尔2021演习。这次卡尔文森号带着 CVW-2 舰载机联队的全部9个中队参加演习，包括一支
F-35C 战斗机中队以及最新部署上舰的 CVM-22B 鱼鹰运输机。这次演习涉及的海域十分广阔，从日本南部外海延伸至菲律宾海。结合演习科目，观察认为，5国演习的重点是阻止解放军前出所谓第一岛链，模拟拦截中国潜艇经巴士海峡进入西太平洋的状况。深圳卫视还注意到，周日，也就是这次演习的第一天，解放军出动9架次军机进入巴士海峡北部空域，包括4架次歼11战机、2架次轰6轰炸机、2架次歼16战机和1架次空警500预警机。其中2架轰6轰炸机更绕过巴士海峡进入西太。当时台军方出动战机升空应对，解放军飞行员喊话表明是在执行必要性任务。然后飞机，然后这个飞机，我现在执行这个任务。美国集结其盟友搅动地区局势的举动，以及近期美英澳组成的 AUKUS 遭到南海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对。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直言 ，AUKUS 和潜艇项目有引发地区军备竞赛的风险。英国《卫报》周一报道称，英国邀请东南亚国家参加下个月在利物浦举行的7国集团外长会，但此举可能加剧东南亚国家对 AUKUS 导致的核军备竞赛的担忧。该报援引印尼国防部长普拉博沃·苏比安托的话表示，印尼的态度是东南亚应该继续保持无核化。我们担心这会引发军备竞赛，将使更多国家寻求核潜艇。而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西沙姆丁则说 ，AUKUS 的代价与风险不成正比，没有人希望在这些水域展开全面对抗，也没人能承受相关后果。无论来自该地区内部还是外部的好战声明都没有帮助，只会引发潜在的悲剧。西沙姆丁还对 AUKUS 公开表达强烈反对，并警告称不要让 AUKUS 导致东盟瓦解，这是目前东盟主要国家向 AUKUS 表达的最强烈抗议。G7 它现在也有一个自我膨胀或者说自我拓展的一个意识。这一次呢，英国作为这个 G7 的东道国，它有一个很明确的意识，就是说，要围绕着这个 G7 美英等国在印太地区的这个合作、战略合作、战略介入的增强，要和东盟国家进行一个更密切的互动。如何在中美之间采取一个协调的立场？这个东盟和美国、英国的态度是有区别的。这个其实还是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G7 它是不是以一种真正开放性的合作的姿态